自从军入仕以来，披甲持剑的皇子赵匡胤见了不少，却从未见过郭荣这般身着缁衣、浑身泥水的皇子。这位后周天子唯一的继承人，终日在修葺清淤的工地上挥汗劳作。多年来无休止的藩镇相争和政权更迭，使官府无心治理河工，乃至于黄河两岸生民每岁接受洪水逼城、毁污淹田之苦。这条孕育了中原王朝复兴之地的黄河，无时无刻不在叩问着历代中原王朝的良心。陛下，老臣年迈多病，其骸骨归养林下，望陛下恩准。令公四朝元老，海内人望，朝廷之元首，国家之柱石。天下离乱已久，须臾离不得令公。若说归养，朕也想归养，想想罢了。咱们便都勉为其难吧。令公，陛下，锦贵，儿臣在。自即日起，河堤上的差事免了，入中书门下细学政事。冯令公久在书亭，威望隆重，你须以师事之。儿臣奉诏。陛下，中书门下省乃朝廷枢要，得人为第一要务。犯治离谷，资望不足，懈怠王事，上不能做天子以经六合，下不能安百官而治四海。请出范质为相州刺史，出离谷为许州刺史。以翰林学士陈冠全知开封府严看待之，同平章事，伏请陛下允准。兄兄，今日是寒食节，各属衙公街都要休沐一日。有什么要紧的话，不能等到明日再说。陛下，秀峰兄，天下刚刚安定下来没多久，咱不折腾行吗？陛下是天子，乃至天子不能做快意事。天下大乱，那是几十年来的世道人情，不是谁想不折腾便能不折腾的。那些个不愿意折腾的，如今坟头都长树了。这样的年月，谁都没有太平天子的命数。你先下去吧。臣告退。他还是不肯罢休。林公，朕不为天子之事，众兄弟诸事同心。
如今做了天子，兄弟们却分崩离析。令公侍奉四朝，请告诉人，这是为什么？陛下，因为天下只有一个天子，是故天子无私人。陛下做臣子的时候，可以有兄弟。如今做了天子，这普天之下，皆是陛下的苍生赤子，皆是陛下的兄弟，不能厚此薄彼，就是兄弟，心中自然便要生怨。陛下欲做太平天子，王相公之事，只是第一关而已。门下，朕承天运，福有四海，念国之政要，当以贤能为本，以宫中为义。枢密使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俊，昔有微功，朕亦常委以重任。然近来行事乖张，事权妄为，有失臣道，而郡不知悔改，致朝政紊乱，人心不安，故罢其一应职衔，出为商州司马，即日出京，不得逗留。此番出任，务要克己奉公，以尽职守，上报皇恩，下安黎庶。倘或不改前非，重蹈覆辙，国法俱在，朕不敢私，主者施行。终究还是走到这一步了。当年在太原，秀峰有个秀才的混名，凡事看得开，有任侠的义气。每逢木秋之日，他都会从府铺里拎出一瓮酒来，招呼众兄弟们野宴一番。古人说，太平全好做，万世人难存。这老身子天下，刀兵不断，天下人得不到的太平，文武公卿又哪里能得得到？全家人都死得干干净净，纵然是做了天子，又有什么味道？那日秀峰对我说，这天下距离太平还远着呢。这年月，谁也没有太平天子的命数。太平天子，唐太宗是天子啊，算是幼武治太平。朕今年已知天命，可悲呀！50年了，竟是未曾看到过太平年岁是个什么物事。怎么了？我再去取些酒菜来，你们爷俩好好说。有些事情不能再如往日那般了。哪些事情？太平盛世谈何容易？与其在此自怨自艾，不如一件一件事情做起来。怎么做？一曰西朝征。眼下局面已经如此艰难，自己人之间就不要再内斗了。不管是文臣武将，只要一心为朝廷效力，纵使天价，也应以大局为重，当忍责任。接着说。二曰治牙兵。天下之乱，多起于牙兵骄纵，以下克上，甚至更替庙宗。阿爹现在是天下之主，不应再有内外之分，应该将各藩镇牙兵逐步的整编为朝廷禁军。白马一星教门，这我都知道。
三曰：兴文治，历来大治都离不开文教之功。朝廷治政，我们应该多用能做事的文臣。朝廷中枢不应该由5人军头把持。四曰：削藩镇，天下分崩已久，各州郡之间相互征战，兼并不止。国家动了根基元气，黎庶饱受流离之苦。好大的一个梦！是梦，但不得不做。5月，谋一统。天下之大，国家的税收、农事、水利、文教、政绩、通商，这本身是朝廷该做的事情。若朝廷都做不了、做不好，何谈一统？朝廷政令，在那些藩镇军头眼中如同废纸。就如大河年年泛滥，治河却比登天还难。只因上游有关中诸镇，中游还有北汉割据，便是下游，荀彧前还有个慕容彦超，更别提南唐、西蜀、吴越诸藩了，各自成一统序。若天下不能归为一统，所谓的皇帝也好，天子也罢，只不过是养得肥了些的藩镇罢了。这么多的事情，一代人是做不完的。事在人为。阿爹，做不到如太宗文皇帝那般30有5治太平，那就45、55、65。若一代人做不完，那就2代人、3代人。只要一代代人做下去，总能还给这个天下一个太平盛世。左监门卫大将军、潭州刺史、镇宁军节度使太原侯郭荣，文资厚重，勇毅绝伦，修大河而存大善，治黎庶以宽民生，可开封府尹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功德使，判内外兵马事，策晋王。吾填我至公之举，但告遐迩，贤士闻之，主者施行。臣叩谢陛下天恩。门下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判3司礼谷可江南、吴越诸州6宅巡访大使，又时以开封府推官王溥、殿前东西班行首赵匡胤，可6宅巡访副使宣抚东南，以招朝廷致意，尔等忠纯素秉，贤士闻之，主者施行。臣等奉诏。此番李维真出使南唐、吴越，为的是息兵戈，结盟好，通商贸。连连兵乱，再加上天灾，各州县的府库空了大半。陛下有意休养生息，止戈不战，淮南、江南、吴越，自两晋以来，俱为鱼米之乡。若能南粮北输，朝廷这2年的日子便能好过些。诸侯分据已近100年，天下终归是要混一的。此番南行，也要观一观南人的风俗气宇。这南唐李氏、吴越钱氏，若能不动刀兵，而顺服王化，善莫大焉。此事怕是不易啊。吾自知不易，所以才会让文博先生和元朗此番随李维真一并南行，以观风貌。观的不只是庙堂，还有江湖。一国的强弱，不只在兵甲，更在人心。若江南人心向里，吴越人心向前，纵然其兵甲不利，朝廷也自当忧服待变。
这样，国华和仲勋也一并去，把吴越和南唐的虚实给吾带回来。诺。我与你说过，让你早去安息。我这不需要人侍奉。少熬些夜，公事总是做不完的。将筋骨打熬得结实些，给自家多争几份寿数。你说的倒是容易，世道艰难，天家尚且破败不能善终，阿爹要成百年太平世道，从朝廷到州县，千头万绪，多少事情等着人去做。我家在日，这些难处他都是能体谅的，从不和我说这些气话。大王这话，臣妾可不爱听。世道艰难，残破的又岂止是你家？你没了结发的妻子，我却也没了少年的夫君，同是天涯零落人，谁又不知谁的肺腑？郭君贵，你若以为我及不上刘家姐姐，索性便说句明白话，我这就带着肚子回娘家去，总有口安生饭吃。我不过也就说了一句，就换来你这么多句埋怨。前年成婚之日，我便与你说过，我郭君贵已然是死了心的人。与李家衙内不同的是，今生今世，也不见得还能过上好日子。你若想图个富贵安生，我实在算不得良配。可之前你是怎么说的来着？不过是两个命苦的人，缩在一团取暖罢了。我后悔了，不成吗？你，大王，东西班行首赵匡胤拜府。见过大王。自家兄弟，不必多礼。在家小乙哥，怕有些不合适了。少废话。深夜前来，若没什么要紧的事儿，就赶紧滚回去睡觉。明日便要启程南下。敢问大王，朝廷是不是要南征了？你听谁说的？本来不想这些，不过白日里你在开封府里说的那些话，我思来想去，总觉得有些古怪。古怪？南唐也就罢了，吴越国中，现在是九郎在做主，若真有什么心腹话，说开了也是不打紧的。可你偏偏一句也不提的，说的都是些场面上的话。哼，果然是瞒不过你去。果然要南征啊！看看这个。这是文博先生的手笔，读读看。
夫唐继之乱，在于军权之不彰；藩镇之祸，在于边帅之权重。自贞观以降，用人之道，首重治道。德行荒废，肃正徒有虚名；治中枢则有效，察地方即无能。君主依赖边帅，不为无因；朝廷封拜节将，亦是恶果。朕近来读魏正公见录，不识字，不足以治百官；不读史，不足以治形体。藩镇诸侯从来都是个死结。自祖龙以郡县代周公之封建，此结便已经结下了。偌大的中国，一封书函从关中、河南送到广州、泉州，快马也要跑上2个月。若是送至黔中百越之地，只怕半年不止。如此非是朝廷愿不愿意设藩镇的问题，而是有些地方自然而然成藩镇。时之所然，庶岂能止？汉初本无所谓州，刺史亦是个巡查纠贺之官。然此之已久，终成13部州之社，形同诸侯。朝廷管不了。三国之乱，实乱于此。魏、晋虽削去了刺史州牧手中之权，然不得不赐赏长军都督以白金黄钺，让他们治理地方。久而久之，拥兵自重，16国之乱亦乱于此。唐初，州郡虽已封疆，却最终拗不过这个士，还伸出了节度使这等官职。陛下若想变，必先变其事，否则法术皆是小道。100年之内，或许无事，5代之后，必成祸患。如之奈何？陛下若无远虑，则削藩不过是饮鸩止渴，削得了眼前，削不得后世。唐太宗若用封建，可免后世之乱乎？免不得。却是为何？周公封建，是使蛮荒之地成诸夏府姓；汉高封建，是使穷困之壤成无为之土；而唐太宗封建，是列国土而谋王子功臣，图以祸乱之源，难收治化之效。若文皇能有大智慧，封建魏王太于百越东海，封建高宗位于燕蓟之巅，则贞观无丁亥之变，盛唐无安史之乱。此等封建，才显封建之真意。奈何以魏王之宠，设东南，无一法遣，太宗不忍呐。人则不削藩，天下何能一统？战乱何能止歇？百姓何能安康富足？陛下，
削藩不是根本之道，也不是不能削。所谓的削藩，并不是见藩就削。削谁不削谁？为何削？为何不削？这是一门大学问。还请萧逸哥赐教。削藩乃国家第一大重视。吴越前世，自前婆刘启奏断东南50年来，善事朝廷，勤修贡事，能保境，亦能安民。即便当权者不是九郎，也不着急削他。可至于南唐李氏，李家是当了皇帝的，就好比东汉末年的袁术，自然是要天下共讨之。那也要看南梁北树的事情能不能够办下来。所以削藩不仅要看形势，还要看往来。往来，民人双国互通无碍，锱铢相益，货质相通，日子久了，不和亦和。反之，若两相隔绝，官民皆不相通，日子久了，分据成了故事成立，私土私民，便真的不为中国所有了。所以此番南下，与九郎先谈往来。九郎肯定也有他的难处。裁军？裁军？裁谁？裁多少？以什么名目来裁？回禀令公，自长兴3年，吴越国共计兵马13都，其中老8都为武肃王起兵时所建，后增5都。文穆王时新设轻从、轻卫、中直匡武次妃、左右厅、乐骑等24都。中宪王又新设3都，再加上护卫瀚海长堤和太湖大堤的辽浅都，负责修治耕筑军屯的浙东浙西2大营田使司所辖营田都，负责甲胄器械修造的瑞金都，负责战船修造的楼船都，负责车架修造的车架都，还有负责粮秣给养输送的辎重3都。国中共计48都，总计兵额243581元。此番裁军，武肃王时期的老8都，国初所建5都进行裁撤，浙东浙西2大营田使司亦要裁撤。所属营田都官佐入为户部属官，兵丁进行裁撤。瑞金都、楼船都、辎重3都并入兵部，车架都并入工部，总共要裁掉21都，裁减兵额87321元。你是要毁了吴越国吗？大王可知兵是什么？若是没有了老8都，便没有了吴越国；若是没有了这些囚拔们，老王不过是滩头上挣扎性命的一介鱼盐贩子，老夫也不过是长安一个杀猪宰羊阿杂屠户。纷纷乱世，人命如草芥，兵便是天下的根本，兵便是一军13州太平年景的压舱石。若是没有了兵，或者是兵弱了，不要说天下，不要说将来，就是眼下，北面的南唐李家便会恶狠狠地扑来。